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人工智能领袖称互联网已死 GMETROWORLDNEWS.com。B2 报道，人工智能行业领袖近日发表惊人言论，宣称传统意义上的互联网已经死亡。该观点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传统的网页浏览、信息搜索等互联网使用模式正在被 AI 驱动的个性化服务所取代。这一变化源于大型语言模型和智能助手的兴起，用户越来越依赖 AI 来获取信息和完成任务，而非直接浏览网站。此观点引发了科技界的激烈讨论，支持者认为这标志着数字时代的重大转型，而批评者则担心这种转变可能导致信息垄断和用户对 AI 的过度依赖。俄罗斯信号干扰瑞典及邻国超过 12.2 万架次航班。据 DNC 报道，俄罗斯对瑞典及其邻国实施的 GPS 信号干扰已经影响了超过 12.2 万架次航班。这种电子干扰行为主要针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航空导航系统，迫使飞行员改用备用导航方式。这一干扰行为被认为与俄乌冲突以及北欧国家加入北约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关。俄罗斯通过干扰 GPS 信号来展示其电子战能力，同时对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施压。此举不仅威胁到民航安全，还可能影响海运、陆运等其他依赖 GPS 导航的交通方式，迫使北欧各国加强网络安全和电子防护措施。科学家将塑料废物转化为高效的二氧化碳捕获材料。据 phys.org 报道，科学家成功开发出一种创新技术，能够将塑料废物转化为高效的二氧化碳捕获材料。这项突破性研究通过化学处理将废弃塑料改造成多孔材料，具有强大的扣二吸附能力。该技术的发展背景是全球面临严重的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双重危机。传统的废物处理方式效率低下且成本高昂，这一创新解决方案不仅能够大幅减少塑料废物的环境影响，还能同时应对大气中过量的二氧化碳问题。研究成果为环保产业带来新的商业机会，有望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并为各国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塑料变废为宝。欧盟委员会因谷歌滥用在线广告市场主导地位，对其处以 29.5 亿欧元罚款。据 W.com 报道，欧盟委员会对谷歌处以 29.5 亿欧元的巨额罚款，原因是该公司滥用其在线广告市场的主导地位。欧盟调查发现，谷歌利用其搜索引擎和广告平台的垄断优势，限制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市场公平竞争。这一反垄断行动源于欧盟对大型科技公司市场行为的长期关注，特别是对数字广告生态系统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此项罚款创下了欧盟对单一公司反垄断处罚的新纪录，预计将迫使谷歌改变其商业模式，为其他广告技术公司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可能影响全球数字广告市场的格局。俄罗斯在移动互联网关闭期间限制 WhatsApp 和 YouTube 等外国应用程序，以应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据 Adevoro 报道，俄罗斯在应对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期间实施移动互联网关闭，并限制 WhatsApp 和 YouTube 等外国应用程序的使用。这一措施是俄罗斯数字主权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防止外国势力通过社交媒体和通讯应用收集情报或传播不利信息。此举源于俄乌冲突期间的网络安全考虑，俄方担心敌对势力可能利用这些平台进行间谍活动或传播反俄宣传。这种网络管制措施将进一步加剧俄罗斯与西方的数字鸿沟，限制俄罗斯民众获取国际信息的渠道，同时可能推动俄罗斯本土替代应用的发展，加强其信息控制能力。特朗普政府撤回对禁止员工竞业禁止协议的辩护。据路透社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撤回了对禁止员工竞业禁止协议的法律辩护。此前，拜登政府推出了限制雇主使用竞业禁止协议的政策，旨在保护员工的就业流动性和薪资谈判能力。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举措表明其对企业监管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认为过度限制竞业禁止协议可能损害企业的商业机密保护和创新激励。这一政策转变源于共和党传统上支持减少政府对商业活动干预的理念。此举预计将使更多企业能够继续使用竞业禁止协议来保护核心技术和客户资源，但同时可能限制员工的职业发展机会和薪资增长潜力。7. 美国卫生部长改组疾控中心，引发全球卫生政策担忧。据 BBC.com 报道，美国卫生部长宣布对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进行重大改组，此举在全球卫生界引发广泛担忧。改组计划涉及 CDC 关键部门的重组和人事调整，包括传染病防控、疫苗监管等核心职能部门。这一决定源于新政府对公共卫生政策的重新评估，以及对 CDC 在疫情期间表现的不满。批评者担心这种改组可能削弱美国在全球疫病监测和防控方面的领导作用，影响国际卫生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转。此举还可能影响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决策过程，引发各国对未来全球卫生安全体系稳定性的质疑，特别是在应对新兴传染病威胁方面。8. 加拿大总理呼吁盟友对俄罗斯保持最大压力。据 CBC.ca 报道，加拿大总理再次呼吁西方盟友对俄罗斯保持最大压力，强调在俄乌冲突持续期间不能放松制裁力度。总理表示，只有通过持续的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才能迫使俄罗斯改变其侵略行为，并寻求和平解决方案。这一立场反映了加拿大在俄乌冲突中的坚定态度，特别是考虑到加拿大拥有大量乌克兰裔公民的历史背景。加拿大的呼吁旨在维护西方联盟的团结，防止部分国家因经济成本而软化对俄立场。此举可能进一步加剧东西方对立，同时也体现了加拿大在北约和 G7 中积极发挥领导作用的意图，推动国际社会继续孤立俄罗斯。9. 印度首个采用本土芯片的电信系统获得 TEC 认证。据 Telecom Economic Times（INDIATIMES.com） 报道，印度首个采用本土设计芯片的电信系统成功获得电信工程中心 TEC 认证，标志着印度在半导体自主化道路上取得重大突破。该系统采用了印度本土企业开发的处理器芯片，完全符合国家电信设备的技术标准和安全要求。这一成就源于印度政府推行的印度制造和数字自立政策，旨在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特别是在关键基础设施领域。TEC 认证的获得将为印度电信设备制造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有助于降低电信运营成本，提升网络安全水平。此举还将推动印度成为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中心的雄心，并可能影响全球电信供应链格局。10. 欧洲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面临唐纳德·特朗普潜在政策的挑战。据 DNC 报道，欧洲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承诺正面临唐纳德·特朗普潜在政策变化带来的重大挑战。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其此前对北约承诺的质疑和减少对乌援助的立场让欧洲盟友深感担忧。欧洲国家担心美国可能削减军事援助或推动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不利的和平谈判。这一担忧源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表态要快速结束俄乌冲突，以及其对欧洲防务开支的批评。面对这一挑战，欧盟正加紧制定独立的防务战略，增加对乌军事和经济援助，同时推动建立欧洲自主的安全保障机制，以减少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依赖，确保对乌克兰支持的连续性。11. 欧洲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木星在德国启动。据记忆点击 globo.com 报道，欧洲最强大的超级计算机木星在德国正式启动运行，标志着欧洲在高性能计算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这台超级计算机具备前所未有的计算能力，将主要用于气候建模、人工智能研究、药物开发和材料科学等前沿领域。木星的启动源于欧盟在数字主权和科技自立方面的战略需求，旨在减少对美国和中国超算技术的依赖。该项目是欧洲高性能计算联合计划的重要成果，将为欧洲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世界级的计算资源。这一成就不仅将推动欧洲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竞争力，
还有助于欧盟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据更有利的战略位置。12. 无人机改变乌克兰前线作战。据 THEGURRDIN.com 报道，无人机技术正在根本性地改变乌克兰前线的作战模式，成为现代战争的新标志。从小型侦察无人机到大型攻击无人机，这些设备在战场监视、精确打击和战术协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变化源于无人机技术的快速发展和成本大幅降低，使得双方都能大规模部署各类无人机系统。无人机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军事战术，还催生了新的防空需求和电子战技术。这场无人机战争的经验正在重塑全球军事理论，各国军方都在密切关注并学习这些新的作战模式，预计将对未来军事冲突的形态产生深远影响。13. 欧盟新边境系统将为英国旅客登记生物特征数据。据 BBC.com 报道，欧盟即将启动新的边境管理系统，要求所有英国旅客在入境时登记生物特征数据，包括指纹和面部识别信息。这一系统名为入境出境系统 EES， 旨在加强边境安全管理，追踪非欧盟公民的入境和停留情况。该措施的实施源于脱欧后英国失去欧盟成员国地位，英国公民现被视为第三国公民，需要遵守更严格的边境管制规定。新系统将显著影响英国游客的欧洲旅行体验，可能导致边境等候时间延长和旅行成本增加。此举也反映了欧盟在后脱欧时代对边境管控的强化，预计将对英欧之间的人员流动产生长期影响，并可能影响英国旅游业和商务往来。14. 麦克彭斯，如果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得逞，俄罗斯将攻击该国。据 independent.co.uk 报道，前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警告称，如果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得逞，俄罗斯可能会攻击北约成员国。彭斯的表态反映了美国保守派对当前乌克兰政策的担忧，认为过度支持乌克兰可能引发与俄罗斯的直接军事冲突。这一观点源于对俄罗斯可能采取升级行动的担心，特别是在北约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先进武器的背景下。彭斯的警告凸显了美国国内对乌克兰政策的分歧。一些政治人物担心美国过度卷入可能导致与和大国的直接对抗，此言论可能影响美国对乌政策的制定，并在北约内部引发关于风险评估和战略调整的新一轮讨论。15. 太空飞行加速人类干细胞衰老。据 CTVNEWS.CA 报道，最新科学研究发现，太空飞行会显著加速人类干细胞的衰老过程。这一发现对未来长期太空任务构成重大挑战。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宇航员的生物样本发现，微重力环境和宇宙辐射会损害干细胞的再生能力，导致细胞衰老速度比地球上快数倍。这一发现源于人类对火星探索和长期太空居住计划的推进。科学家需要了解太空环境对人体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未来的太空探险者可能面临加速衰老、免疫系统衰退和组织修复能力下降等健康风险。这项研究将推动航天医学领域的发展，促使科学家开发针对性的防护措施和治疗方案，为人类的升空探索提供医学保障。16. ICE 从以色列公司 Paragon 收购了强大的间谍软件。据 WIRED.com 报道，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从以色列网络安全公司 Paragon 收购了功能强大的间谍软件系统。这款软件具备远程监控、数据提取和通讯拦截等先进功能，能够深度渗透目标设备，获取敏感信息。此次收购源于美国执法部门在打击跨国犯罪和反恐行动中对高科技监控工具的迫切需求，特别是在处理加密通讯和复杂网络犯罪案件时。然而，这一举措引发了隐私权倡导者的强烈担忧，他们质疑政府使用此类侵入性技术的合法性和监管机制。此事可能加剧公众对政府数字监控能力的担忧，并推动国会就执法部门使用间谍软件的权限和边界进行新的立法讨论。17. 超声波头盔有望治疗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据 Lepwent 报道，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创新的超声波头盔设备，有望为帕金森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带来新的治疗希望。
该设备通过精确的超声波聚焦技术，能够穿透颅骨，直接刺激大脑特定区域，促进神经元活动和血脑屏障的暂时开放，便于药物更好地进入大脑组织。这一技术突破源于对神经退行性疾病治疗方法匮乏的迫切需求。传统药物治疗效果有限且副作用明显。临床试验显示，超声波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运动功能和认知能力，且无创伤性。这项技术的成功将为全球数百万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并可能彻底改变神经科学治疗领域的发展方向。18. 佛罗里达州一名涉嫌企图暗杀特朗普的男子将接受联邦审判。据 CTVNEWS.CA 报道，佛罗里达州一名涉嫌企图暗杀前总统特朗普的男子即将接受联邦法庭审判。该案件涉及对美国前总统的严重威胁。检方指控嫌疑人策划了详细的暗杀计划，并采取了实际行动。此案的背景是美国政治极化加剧，针对政治人物的威胁和暴力事件频发，特别是在2024年总统选举周期中。案件的审理将成为检验美国司法系统处理政治暴力威胁能力的重要测试，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深层的政治分裂问题。此案可能对美国政治安全保护措施产生深远影响，促使相关部门加强对政治人物的安全防护，并可能推动反政治暴力的立法进程。19. 加沙2周内超过7000名儿童开始营养不良康复计划。据 THEGURDIAN.com 报道，在加沙地带，超过7000名营养不良儿童在2周内开始接受康复治疗计划。这一紧急医疗援助行动反映了加沙地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长期的冲突和封锁导致食物短缺、医疗资源匮乏，营养不良问题在战争期间急剧恶化，儿童作为最脆弱的群体首当其冲。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联合国机构正在协调努力，通过建立临时营养康复中心和分发营养补充剂来应对危机。这一大规模康复计划的启动虽然提供了急需的医疗援助，但也凸显了加沙地区长期冲突对民众，特别是儿童造成的深重伤害，迫切需要可持续的和平解决方案。20. 美国国会报告称五角大楼资助中国军方相关研究。据 NVUA 报道，美国国会最新报告指控五角大楼资助了与中国军方相关的研究项目，引发国家安全担忧。报告详细列举了多项通过学术合作和研究资助流向中国军工复合体的案例，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先进材料等敏感技术领域。这一发现源于国会对中美科技竞争和技术转移风险的深入调查，特别是在当前两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报告的公布预计将推动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对华科技合作政策，加强对研究资助项目的审查机制。此事可能导致更多限制性措施出台，影响中美两国在科研领域的合作，并可能加剧两国在技术领域的脱钩趋势。21. 迫于美国压力，法国销毁运往非洲的避孕药具。据 Le Point 报道，法国在美国政府压力下销毁了原计划运往非洲的大批避孕药具，此举在国际发展援助界引发强烈争议。这批避孕用品本是法国对非洲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援助项目的一部分，旨在帮助当地控制人口增长和改善妇女健康状况。美国施压的背景源于其保守派政府对计划生育援助的反对立场，特别是对海外避孕和生殖健康项目的资金限制政策。此事件凸显了国际援助政治化的问题，可能严重影响非洲地区的公共卫生项目和妇女权益保护。法国的妥协决定遭到人权组织和发展援助机构的严厉批评，认为这将加剧非洲地区的贫困和健康不平等问题。22. LGBTQ 加天主教徒前往罗马朝圣，感受热情友好的氛围。据 LATIMES.com 报道， LGBTQ 加天主教徒群体前往罗马进行朝圣活动，意外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友好氛围。这次朝圣活动标志着天主教会在对待性少数群体态度上的历史性转变，与过去几十年的排斥政策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变化源于教皇方济各推动的教会改革，强调包容性和睦邻关怀，逐步缓和了教会对 LGBTQ 加群体的传统立场。朝圣者们报告称，
他们在梵蒂冈和罗马各地受到了温暖接待，许多神职人员表现出理解和支持。这一积极发展可能标志着天主教会正在向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但同时也在保守派信徒中引发了分歧和争议。23. 卡洛阿库蒂斯成为第一位千禧年圣人。据 FRZ.net 报道，意大利青年卡洛阿库蒂斯正式被册封为天主教会历史上第一位千禧年圣人，这一里程碑事件引发全球关注。阿库蒂斯生于1991年，15岁时因白血病去世。生前以其对计算机技术的热爱和深厚的宗教信仰而闻名。他利用网络技术传播天主教信仰，被誉为网络圣人。此次册封反映了天主教会对数字时代的适应和对年轻信徒的重视，旨在通过现代榜样吸引千禧一代回归宗教。阿库蒂斯的册封过程中出现了多起被认定为奇迹的治愈事件，符合天主教丰盛的严格标准。这一事件可能为天主教会在数字化传教和青年工作方面开辟新的道路。24. 谷歌的 Gemini AI 对儿童和青少年构成高风险。据 MASHABLE.com 报道，最新研究报告警告称，谷歌的 Gemini 人工智能系统对儿童和青少年用户构成高风险。研究发现，该 AI 系统在与未成年用户互动时可能产生不当内容，提供有害建议或无法准确识别儿童特有的需求和脆弱性。这一担忧源于 AI 系统训练数据的复杂性和算法决策的不透明性，特别是在处理涉及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和价值观形成等敏感话题时。儿童权益保护组织呼吁加强对 AI 产品的年龄适宜性审查和监管。这一发现可能推动政府出台更严格的 AI 产品儿童保护法规，要求科技公司在开发 AI 系统时必须考虑儿童安全因素，并建立专门的未成年用户保护机制。25. 美国因法治问题限制中美洲中共特工的签证。据 RFI 报道，美国政府宣布对中美洲地区涉嫌与中共情报机构有关联的人员实施签证限制措施，理由是这些人员的活动威胁了当地的法治环境。美国国务院指控这些人员在中美洲国家从事影响政治进程、收集情报和破坏民主制度的活动。这一措施源于美国对中国在拉美地区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担忧，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和经济投资扩大在该地区的存在。美国担心中国正在利用经济手段和情报网络削弱美国在其传统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力。此举标志着美中战略竞争延伸到拉美地区，可能进一步加剧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对抗，同时也反映了美国试图维护其在西半球主导地位的努力。26. 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建立更紧密的关系，重塑全球政治。据 ABC.net 报道，中国、俄罗斯、朝鲜和伊朗正在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一反西方联盟的形成正在重塑全球政治格局。四国在军事技术、经济贸易、能源合作和外交协调等多个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西方制裁和围堵。这一联盟的形成源于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美国主导的制裁体系、地缘政治孤立和经济压力。俄乌冲突进一步催化了这种合作关系。朝鲜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伊朗提供无人机技术，中国则在经济和外交层面提供支持。这一发展趋势预示着多极世界秩序的加速形成，可能削弱西方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并对现有国际体系构成重大挑战。27. 乌克兰生产了其国防军近 60% 的武器。据 PRAVDA.com 报道，乌克兰已经能够自主生产其国防军所需武器装备的近 60%。这一成就标志着该国军工产业的快速发展和战时经济的成功转型。在俄乌冲突持续期间，乌克兰大力发展本土军工生产能力，从无人机、炮弹到装甲车辆等各类军用设备的本土化生产比例显著提升。这一转变源于战争初期对外国军援依赖的脆弱性认识，以及长期冲突对持续武器供应的迫切需求。乌克兰军工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减少了对外国援助的依赖，还为战后经济重建奠定了工业基础。此外，本土武器生产的增长也提升了乌克兰在国际军火市场上的竞争力。
为其未来的经济发展开辟了新的增长点。28. 西方国家推进乌克兰保证部队计划。据 RFERL.org 报道，西方盟国正在积极推进向乌克兰派遣保证部队的计划，旨在为乌克兰提供长期安全保障并巩固其领土完整。这一计划涉及多个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国家的军事参与，包括训练乌克兰军队、提供技术支持和维护停火协议等任务。该倡议的背景是对未来俄乌冲突可能出现停火或和平协议的准备。西方希望通过军事存在确保任何协议的执行。这一计划反映了西方对乌克兰安全承诺的长期化趋势，同时也是对俄罗斯可能重新发动攻击的威慑措施。然而，此举可能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俄方可能将其视为北约的直接军事介入，从而影响和平谈判的前景。